是萨托利，我现在在武藏小山。我们今天要去一个蛮特别的地方，从北口搭公车，搭往野川台公园前的公车。我们要在野川台公园前的前一站野川台下车，从武藏小山大概搭25分钟。我们搭25分钟的车到了野川台。今天想要去一间只有假日营业的农园市集，就藏在这附近的住宅区里。从公车站牌大概走6分钟，看到指示牌了。从这里再走210公尺。夏天到了，好热哦！蝉也开始出来了，听到蝉在叫，就觉得更热了。我们到了停车场，已经停了蛮多车的了。这里有写，只有周末假日开放。才在入口就已经闻到植物的味道了，应该是某一种草本植物的味道。园里有一台小餐车，有在卖轻食跟饮料，有咖喱，也还有司康叶。买了食物之后可以坐在这里吃。这样看起来好像蛮大的。我们现在在2号餐车的旁边，有书可以看。这仙人掌好大哦！要小心不要被刺到。这里有好多没有看过的仙人掌，看到蛮多人买仙人掌的。前面有一辆车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这辆车让我想到荣恩偷开的车。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植物农园，它有分好几个区域卖不同的东西。还有 Outlet 区域。这是小朋友的区域，应该是真的可以上去玩。刚才看到小朋友爬上去玩得很开心。可爱的种子小屋，旁边还有超级巨大的向日葵。这巨大的向日葵3520元。哎，这是假的。这是假的。那我看到它的纤维了。对，这是假的。它真的超级大的，手机在它前面看起来超小的。
有的休息区域。这椅子看起来不太舒适哎，屁股好痛。你坐的椅子看起来比较舒服，我要坐。坐一下，等下可以去吃个东西。这样看起来好像这台车开进来了。这里是花盆区。这个好像很厚的杯垫2200元。也有卖一些香氛小物，有卖这边自制的喷雾跟乳液。闻起来就是很天然的味道。这里是肥料跟石头，这一袋随你装，装满5500元。他还特地写说，请装你自己搬得动的量。有的石头好大哦，应该装几颗就拿不动了。这里是园艺工具区。我买的2个杏乐烧的托盘，这是放在盆栽下面的，我可以拿它来放我的扩香石，看起来蛮适合的。一个都是含税220元。我觉得这应该是我逛过最大的园艺用品店，从来没有逛过这么大间的。这边就是一整个园区，所以超级大的。没想到可以逛这么久哎，逛了快2个小时。我们回去餐车那边看要不要吃一点东西。等叫号，看到有人走进去前面那间屋子里，这里真的是内用座位，我们决定来坐里面。哇，里面的座位好漂亮哦！干燥花掉得很低，离头还蛮近的，高一点的人可能会撞到。我们点了司康跟柠檬饮，我觉得这里面比外面还热哎，外面还有风。里面好像温室哦，我觉得像温室的花朵。这司康我觉得就像是一个超级厚的饼干，
一般司康不是外面是硬的，里面是软的吗？它一整个都是脆的。我觉得你的司康还蛮脆，蛮好吃的，只是真的不太像司康，跟我印象中的司康不一样。那也蛮多人在吃绿咖喱的，今天有卖绿咖喱。喝了这杯柠檬饮，觉得有恢复一些体力，味道还不错。我们这样子在里面逛一圈，加上休息，待了快3个小时。刚才在排队结账的时候啊，我前面的阿姨搬了一个好大的花盆，不知道是要种什么植物，觉得好厉害了。好，我们要走回去公车站牌搭公车。回程站牌离去程站牌有一段距离，找了一下子才找到。啊，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。我们在武藏小山的前2站小山玉店停下车。想要到这附近的一间古民家咖啡厅，从这一站走过去大概6分钟。如果从武藏小山站走的话，大概要走10分钟。路上刚好经过这里的中原区役所，区役所外面的电话亭，长得好像绘本里会出现的。上面的图案已经斑驳了，闻到烤肉的味道，好像是对面那一栋，不知道是什么。等一下查查看好了。这是一间老宅咖啡厅，店里有一棵好巨大的树。我们坐到沙发的位置，这里的午餐套餐，我们2个现在被热到都没什么食欲，喝一点饮料，吃个小东西，有蛋糕，店员说今天起司蛋糕已经卖完了。我点了一杯红茶，龙哥点了蜂蜜生姜红茶，我点了季节塔，今天的塔是苹果塔。我点了熔岩巧克力蛋糕，蛮迷你的，里面喝得到很多碎碎的姜，姜味蛮重的。我也觉得姜味蛮重的，我都闻得到。对，好多姜。有熔岩流出来了。蛋糕里面有包蛮多杏仁的，吃得到颗粒感，巧克力算是偏苦的。这旁边的酱是什么酱？是焦糖。我本来还以为现在的季节限定塔会是柠檬，因为感觉夏天应该蛮多柠檬的。这中间都是苹果，塔皮软到像蛋糕。我比较喜欢脆一点的塔皮。我刚才都是沾这一面的焦糖，沾了一口这一面才发现肉桂粉撒在这上面，所以我要避开这边，这边就没有肉桂味。我们刚才不是有经过一间很像在卖烤肉的店吗？我看介绍写说，它里面有好几间都是批发商直卖，好几间批发商在里面卖肉啊、海鲜之类的，你可以跟他们买，买了之后直接在那里烤。哦，你说现买食材现烤？对。其实今天晚餐我想说要搭车到川崎那边吃牛舌，但烤肉那边好像也蛮有趣的。已经不能预约了，所以说不定已经没有位置了。我们大家走去看看好了。这附近有一间面包店，从这里走1分钟就会到了。我们来过蛮多次武藏小山的，但是还没有来过这一带。我们到面包店了，就在河的旁边。这间面包店有卖汉堡。买了吐司，是用严选的北海道面粉、牛奶、奶油做的，没有加其他的添加物。面包店里的内用座位还蛮多的，我看现在大家几乎都在吃剉冰，今天太热了。哇，现在如果坐在外面吃也太热了吧，感觉自己都会被烤熟了。在外面没有热。这里面有卖海鲜、肉、米跟泡菜的店。
黑毛和牛上五花肉，100克1950元，数量限定打9折，还是不便宜耶。现在会收380元的座位费，会给你一盘烤蔬菜。座位其实还蛮多的，但是这些空位都已经被预约了，我们只能坐吧台座位。里面有这几间店可以选，你可以像在市场买菜一样，在这些店买食材之后拿回来座位烤。这间是海鲜的店。我想要吃火腿腿。还有这样子一盒的，可以直接买一盒来烤。海鲜组合看起来不错，而且比单买还便宜，上面有标示。还有卖焗烤，这种都是方便，也直接放上去烤着，都已经帮你处理好了。还有卖带壳的生蚝，除了泡菜，还有卖一些小菜，还可以买饭，饭2人份是630元。还有卖饭团。这里是肉店。这个 A5的里布肉丝看起来还不错，肉这里也有装好的烤肉盘，还有内脏盘。有很多调味料可以自己拿。这是2人份的蔬菜盘，种类蛮多的。在肉店买了国产牛的乌鸡摸摸跟卡路比，还买了 A5 等级的里布肉丝。这是我们在海鲜店买的食材，买了一个拼盘，里面有我想吃的帆立贝，比单买便宜400元。用澳酒瓷卵做的玉子烧，龙哥想吃的生鱼片是金木雕跟真雕。先烤这些，如果吃不饱的话，等一下再去买。饮料要从平板点，乌龙茶跟国宝茶。转到背面才发现饮料杯上面有写店名。我们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烤肉，还蛮有趣的。里面的客人好嗨哦！先烤卡路比，装了烤肉酱跟胡麻葱酱，肉完全没有调味，所以一定要沾酱，不然就没有味道了。卡路比好好吃哦，你装的酱看起来都好辣哦。蛮多韩式的蘸酱，这个好大片。加盐巴吗？这个也还蛮好吃的，我盐撒太多了，好咸哦。有生鱼片好吃，也蛮大块的。它调味还蛮甜的，里面加的高汤鲜味还蛮重的。奶油玉米闻起来好香哦。这间店的气氛好热闹哦，很多客人一起烤肉，我觉得很有中秋节烤肉的感觉。还蛮欢乐的。海鲜拼盘有2串鱼、1串花枝，还有2个现在在烤的帆立贝。你竟然要直接吃这热到冒烟的帆立贝？应该还可以吧。然后其实也没有很烫啊，好好吃哦。海鲜拼盘的鱼调味还蛮重的，花枝也有点咸。食材费加座位费，再加2杯饮料，含税快6500块。
要不是今天下午经过的时候闻到烤肉味，也不会发现这间店。还好你的鼻子够灵敏。不知道是不是吧台座位在角落的关系，吃饱后身上的油烟味没有想象中重。感谢龙哥灵敏的鼻子，让我们有机会体验有别于传统的烧肉店。谢谢大家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